大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愣住了。房产证上分明写的是我和张大凯2个人的名字，他怎么能轻描淡写的说要就要了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大凯也知道这件事，我试探着问：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对，他已经同意了。大姑姐边说边开始翻找衣物，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。这个房子我们家出了首付，现在只是借用一下，你们别那么小气。看着他那理所当然的态度，我心中的怒火蹭蹭上涨。大姐，这不是小不小气的问题，这房子我和大凯都有份。他瞥了我一眼，不屑地说：你们只是出了个装修钱，首付可是我们掏的，如果你们不愿意，那我和爸妈就搬来一起住。他的威胁让我更加坚定了拒绝的决心。这个房子我不会让步的，我冷冷地说。他听后只是冷哼了一声，摔门而去。我立刻给张大凯打电话求证这件事，没想到他的说法和大姑如出一辙。我们家付了首付，房子就是我们的。他的话语让我感到心寒。这不仅仅是你们家的，装修钱是我们家出的，而且后面的贷款也是我父母帮忙还的。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跟他解释。电话那头，他沉默了片刻。我知道，但大姐她真的不容易。她的话语中透露出无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那你明天回来，我们当面谈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女儿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旁。妈妈，上次在奶奶家，我听到姑姑和奶奶说房子的事，她的话语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守护这个家的决心。这次不管怎样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你姐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？她和你父母借了我多少钱，还过吗？我不相信她，所以这房子我绝对不会给她的。说到这，我转头看向他，苦口婆心地说道：张大凯，你就一点都不为这个家着想吗？你姐姐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咱们家胡闹，你就不管吗？这句话说得他哑口无言。好半天，他突然冷声说道：你们的事我不管了，但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姐可不是好得罪的，小心她搬到咱们家不走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家门，临出门的时候还把门摔得震天响。他这个人什么样我一向清楚，他向来这样，只要是遇到跟他家人有关的事情，他绝对会无条件站在他们家人那边。反正在他眼里，我和孩子是外人，而他姐和他的父母才是他最亲的人。那边再次来电话了，这次打电话的是我婆婆。电话里全是他咒骂的声音，还逼着我赶紧回乡下一趟，否则他们就直接来了。无奈之下，我把孩子送回娘家，托我母亲照看，然后火急火燎地回了婆婆家。一进门，婆婆一把咸盐便扔在了我的脸上，紧接着就是一堆臭骂：你这个丧门星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把房子给你大姐，我就跟你没完。我告诉你，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老2口付的首付，结婚后就算是你们2个还的房贷，法律也得承认我们的付出。再说大凯已经同意了，你也赶紧同意去办手续，若不然我不让你好过。婆婆喋喋不休，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我回头看了看坐在屋檐下抽着烟的张大凯，他竟然在笑，仿佛打赢了这场仗的人是他。本想着吵一架的我，此时此刻突然冷静了下来。我看了看四周，傻逼老公、自傲的大姑姐，还有那个骂声不断的婆婆都在现场，而那个一向沉闷的公公却没在家。你说话呀，哑巴了！大姑姐见我一直没开口，忍不住也跟着骂了一句：姐，
大凯说：“你是准备买我们房子，不是让我们白送，是吗？”“对，不过我没钱，等我结婚后再还你。”“可是，一般结婚不是男方准备房子吗？你为什么？关你屁事！我的事也轮到你插手了，这叫婚前财产，知道吗？就算我跟那个男人以后离婚了，这房子也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想破坏我的婚事，这房子我要定了。说吧，多少钱？”戴姑姐大声叫了起来，身子胳膊跟着在颤抖。她的算盘到时打得挺好，可是绕来绕去还不是在算计我。那大姐还是先把以前欠我的钱给我打个欠条吧，否则我不敢相信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便不再说话了。此时在这里只有我一个外姓人，如果惹急了他们3个，吃亏的只有我。婆婆开骂了，说我耍心机；大姑姐也开始骂了，说我不信任他们。我老公也皱起了眉头，说我跟他们就不是一心的。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都不开口。反正这么多年过来，我早就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了。果然，他们骂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忍不住了。老太婆也累了，大姑姐无奈跟我伸出手指，把你身份证给我，否则以前的账我不认。我心里好笑，她以为有我身份证，拿着我的房产证就能代替我去房产过户了吗？二话不说，我直接将我那张已经过期的身份证掏了出来，开口说道：“身份证在这呢，把以前欠我的钱打欠条吧。大姐你一个人签字可不好使，还有婆婆欠我的钱，全部签字画押，臭不要脸的！你这是故意整我们是吧？不就是欠你点钱吗？”婆婆又骂了半个小时，其中2次给我老公使脸色，意思是让他来抢我身份证，都被我以要折断身份证吓唬住了。最终他们还是给我打了欠条，我把身份证扔了过去。戴姑姐笑得合不拢嘴，直接便去打电话了。临走之前，我听到她小声说道：“有欠条有什么用？我就是不还，你能把我怎样？”离开他们家，我直接便去了村口，跟几个村里的大妈打听，很快就知道我大姑姐喜欢的那个男人就住在距离赤城100公里的宁县，具体是干什么的，村里人并不知道，只是听说好像工作也不错。打探完这一切，我便直接给在宁县工作的闺蜜打电话，让她帮忙查查那个人。至于那个人的照片，我很容易便在我大姑姐的微信朋友圈找到了一个看上去30多岁的男人。当我把照片发给我闺蜜后，我闺蜜差点尖叫出来，原来她认识这个人。这个男人有家有业，还有2个孩子，1儿1女，女儿都上幼儿园了，儿子才8个月，而且他在一家国企工作，还是正式的。当我确定了消息准确性后，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，只是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我还没行动，婆婆和大姑姐便冲进了我的家门，进门就把那张身份证扔了过来。好呀，韩雨玲，你是不是知道没有本人去过户，身份证也不好使，是吧？走，跟我们去房产局过户。我又没同意卖房，我干嘛跟你去房产？我直接对了过去。你上次在老家明明同意了，我根本没同意，当时在场的人都能证明你同意的，我根本就没同意。再说，你们有协议吗？有物证吗？我毫不示弱。你，大姑姐被气得说不出一句完整话。韩雨玲，你竟然跟我耍心眼！婆婆冲了过来，竟然想要跟我动手。她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，以为我真的怕她了。不过我不跟她动手，因为这是我家，她那个性子全村出名，一旦赖上我就不好了。于是我闪身躲开，她根本打不到我。戴姑姐看到此景，叫了起来：“韩雨玲，今天你必须跟我们去房产。”说着
他竟然也过来抓我。大姑姐也冲了过来，就不去。我喊了一声，见情况不妙，便冲出了家门。啊，杀人了！赶紧报警呀！杀人了！婆婆一声声凄厉地叫了起来。我还没到娘家，派出所的人便给我打了电话，说有人告我故意伤害。那2个人正是我的婆婆和我的大姑姐。派出所内，婆婆和大姑姐哭闹不止，一个在大声哭喊，一个不断咒骂。大姑姐脸上带着伤，鼻子流血，婆婆头发乱糟糟的，脖子上竟然有几道血痕，一看就是被挠的。就是他，是他把我们打成这样的。民警同志，把他抓起来，让他坐监狱。大姑姐撕心裂肺地喊着：对对，就是他，这个泼妇，我可是她的婆婆呀！你看她把我们打的都流血了。婆婆拍着大腿叫唤着。就在此时，一向老实的公公和张大凯也来了派出所。公公见此情景，二话没说，直接冲了上来，对着我的脸就是一巴掌，打得我脸上火辣辣的。而我那个老公更是气得火冒三丈。韩雨玲，你竟然这么恶毒，我要跟你离婚，跟你离婚！说话间，他还冲过来想要动手，幸好警察拦住，都要给我冷静，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都闭嘴。这个时候，就算是警察都看出事情不对劲了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一个个说。于是接下来的时间，大姑姐和婆婆绘声绘色地编造了一个我是如何虐打婆婆、手撕大姑姐的故事。而一边的公公几次想要对我动手，都被警察拦住了。我坐在那里，脸上火辣辣的，心却如坠冰窟。2个民警护在我的面前，我看着这一家人的嘴脸，仿佛什么都听不到了，只有他们不断扭曲的表情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。终于，大姑姐和婆婆说完了，轮到我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拿出手机，将家里的监控画面放了出来。真相大白，我根本没对他们动手，而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打成了那样。民警皱起了眉头，公公脸色缓和，张大凯更是一脸不敢相信。你竟然往家里装监控！韩雨玲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突然，大姑姐喊了起来。本来理亏的张家4人听到此话，竟然都冲了过来，指着我质问起来：就是你为什么要往家里安监控？你安的什么心？几个民警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我大声吼道：我自己的家怎么就不能安了？警察同志，我要状告张芳故意伤害，状告这个老太婆和张梅。张大凯诬告陷害，我看出来了，此次一事，我跟他们是不可能再成一家人了。好的，马上受理，你们4个跟我来一趟。民警直接开口。张家4人傻眼了，大姑姐直接愣住，婆婆坐在地上，哭得更伤心了。张大凯紧紧地瞪着我，仿佛想把我杀了一般，而我的公公则在求情：雨玲，是我们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，这都是误会呀，我还以为你真动手打你婆婆了呢。于伟呀，说什么都没用了，这一次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。4人被刑事拘留，而我趁着这2天，将我手中所有的固定资产全部转移，其中包括车子、首饰以及之前投资的股票等等。做这一切还不够，他们一家就是无赖，我必须想好所有对策，否则后期更是麻烦。我去了我堂哥家，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独生女，大伯父一家对我们家一向照顾，堂哥对我和我父母也不错。当堂哥和堂嫂听说我的遭遇之后，暴跳如雷。堂哥竟然想去找他们家人理论，而我也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堂哥。这个婚姻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为了我女儿和我的未来，
也为了保护好属于我的一切，我必须得好好想个对策。堂哥和堂嫂明白了，张家4口从拘留所出来之后，直接便去了我家住了下来。大姑姐和婆婆知道我的手机能连接家中监控，便一天对着监控骂我10几遍，还说就算离婚，我也别想得到1分钱，房子更是没我1分1毫。而张大凯见我没在家，也联系不上我，便找到了我娘家。幸好我让我堂哥把我父母接到了我大伯家，父亲心脏不好，这件事还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此时此刻，房间里，我和我堂嫂正在紧张地看着房门，因为现在张大凯正在踢门，而且他的短信也如同纸片一样不断出现在我的手机里。韩雨玲，你死哪去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么整我们家人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丫丫呢？那是我女儿，把她还给我。你把她弄哪去了？韩雨玲，你是不是想死？得罪我们家人，我要让你们全家人陪葬。他的话语越来越过分，全都是威胁的话。虽然这些证据能再次把他送进监狱，但是也只是拘留罢了。我不能给他留机会，伤害我不行，想要伤害我的家人就更不行了。就在张大凯踢门踢得最厉害的时候，隔壁邻居的房门打开了，一个穿着清凉的女人出现在了张大凯的面前，而这一切都被我和我堂嫂透过家门口的监控看在了眼中。其实隔壁的房子就是堂哥去年买下的，只是这件事别人不知道而已。而这个美女租户因为特殊服务行业被判过2年，刑满释放之后一直没工作。这房子也是3天前堂嫂才租给她的。堂嫂紧张地抓住了我的手臂，我们2个紧紧地看着监控画面。大哥，脾气那么大干嘛？不如来我房里聊聊。那女人开了口，眼神在张大凯身上乱瞄。张大凯回头看他，冷哼了一声，开口问道：你看到过这家人吗？我搬过来到现在没见过。怎么，跟媳妇过不下去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没了这个有那个，怎么能一棵树上吊死？看你长得也不错，应该桃花不断吧？那女人说完，竟然耸了耸肩膀，吊带滑落在一边，露出大片肌肤。张大凯眼神盯着他，直接问道：多少钱？那女人笑了起来：我这种女人可不是有钱就行的，也得我相中才行。说完，他假装想关房门，可是却迟迟没有关上。张大凯看着那女人留着的房门，好半天都没有行动。最终他冷冷地看了一眼门口的监控，开口说道：老子怕毛。韩雨玲，你要是敢惹急了老子，老子让你们全家不知道咋死的。说完，他竟然直接推开房门进了隔壁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内心说不出什么滋味，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在张家对他们仁至义尽，最终却换来的是这种结果。堂嫂看我如此，轻声问道：雨玲，我们是不是闯进去？相机我都准备好，我也有钥匙。不用，我有其他办法。第3天、第4天，张大凯都会来闹上一闹，可是每次他都会在踢完门之后，去隔壁女人家里待上一会。等他又来闹的时候，邻居直接报了警。毕竟他天天这样，整个单元的住户也受不冒了。后来他被小区保安列入了黑名单，他再也没有权利进入这个小区。他和隔壁女人无法见面，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那个女人带到了我家，并且还把家里的监控全部毁掉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我家的监控可不只是客厅那一个。张大凯准备起诉离婚，这是他短信通知我的。我继续行动，
首先将我父母为我们偿还房贷转账记录全部从银行中调出。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从银行出来的时候，我遇到了大姑姐。她跟人正好约在了银行对面的咖啡店见面，而那个男人正是她现在交往的男友，名叫赵丽。我退回银行里面，找出了之前闺蜜打探的关于赵丽所有信息，这里包括她的工作单位、家庭住址以及他老婆的基本信息。2天后，一封神秘邮件出现在了赵丽妻子的手中。等他打开邮件，看到里面复印的截屏信息之后，直接火冒三丈，带着一群人便按照邮件中的地址找到了现在张家人住的地方，把张家3口全部堵在了家中。张大凯和那个女人却没在家，听说现在他们2个已经搬到了张大凯工作的地方居住。平日里，大姑姐和婆婆以及那个假装老好人的公公，在我眼中都是厉害角。可是这一次，我看到了真正厉害的人物，什么话都没有。进屋第一件事就是开干。赵丽那个媳妇真的很厉害，小三，臭不要脸，破坏别人家庭，臭婊子。嚯，赵丽的媳妇身材魁梧，对付大姑姐那种人根本不成问题。张芳和那个老太婆也冲了上去，对面几人不甘示弱，也冲了上来，现场直接变红云环盖6幅系带血千湾自搞寡场。大姑姐张梅被打得面目全非，哭爹喊娘，云里雾里。到现在她都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小三了。赵丽来了，看到自己老婆直接就吓傻了。她没想到自己做的好事竟然有捅破的一天。媳妇，你听我说，都是这个老女人勾引我的。她还说要给我一栋房，我根本就没动心过。你要相信我。你说什么？赵丽，你这个混蛋！张梅冲了过去，赵丽一巴掌便扇在了她的脸上。一场恶战再次开始。本以为这场闹剧会因为赵丽的那一巴掌画下句号，却没想到他媳妇真的是太给力了。他知道赵丽不可能与他离婚，因为他们有2个孩子，还有最重要的点就是赵丽身在国企的那个工作，若不是他娘家，他根本就不可能得到。之后张家便没了安生日子。以前他们想骂我就骂我，而现在赵丽妻子隔3差5就带着人来这里骂他们。我在监控这边看着，说不出的痛快爽。其中有2次张大凯也在现场，他想出面摆平这件事，却差点被赵丽媳妇一脚给踢掉命根子，疼得他全在地上打滚。张家的人在这里混不下去了，于是趁着天黑便偷偷搬回了乡下。我回到自己的房子，看到杂乱的房间，微微叹了口气，这里暂时是不能住了。我回到母亲家，张大凯发现赵丽媳妇不再来这里闹事之后，便堂而皇之地将那个女人带回了家中，并且挂出了出售房屋的消息。这件事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的，他就住在我们一个小区。我让别人帮我打了个电话，通过电话向张大凯询问这件事，尤其是关于房产证的事。毕竟我还没同意过户呢，现在我们也没离婚。此时这个房子的房产证上还有我的名字。谁知道那边的张大凯在电话那头信誓旦旦的承诺绝对有房产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之后经过分析，我感觉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张大凯做了假证。可是过户是需要去房产当面做手续的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成功，除非他用假证做抵押给买家，不去过户。为了避免有些冤大头上当受骗，我也反击性的在报纸上刊登了房产证丢失信息，
并将这条信息贴满了大街小巷以及我们小区的所有告示牌。这样一来，张大凯再想骗人，就不可能达到目的了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上班，就接到了大伯父的电话，说我公公和婆婆竟然找到了栏杆带标私架家。我伯父家可是远在400里地的 C 城的，而且张家人根本不知道我大伯父家所在位置。明明我把我父母的电话号都换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联系上他们的。等我连夜开车赶往 C 城大伯父家后，听到的却是父母请张芳老两口去饭店吃饭的消息。于是我又赶紧赶往附近一家最高档的5星级饭店。还没等进入包间，我就听到里面谈话的声音：亲家，你们就把你在赤城的那套房子借给我住住吧。我家老太婆现在要住院，我住在乡下，来回奔波也不可能。大凯那边我们是不能去的，于伟闹着要跟大凯离婚，我们再去打扰，岂不是跟他们添乱？咱们做老人的也不能总是麻烦儿女，不是吗？再说你们只有这一个女儿，不给我们给谁呀？突然一边的婆婆开了口，公公听到此话，赶紧伸手拉了拉她。这时候婆婆才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。我推门而入，爸妈，不要相信他们，他们就是无赖。这时候再隐瞒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。我把他们家做的这些事里里外外全部说了一遍，还有他们家人打我的事情，我说得很大声，就如同这么多年的苦难和委屈突然找到了发泄的端口一样，一口气全都说了出来。现场安静了，婆婆愤怒地看着我，公公脸色也很难看，而我的父母竟然异常冷静。父亲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然后站起身子向外走去。亲家，亲家！公公追了上来，伸手拉住了我的父亲。那都是误会，是他乱说的。我一个做老公公的，怎么可能打儿媳妇？不可能的！父亲一把甩开他的手，松开！你别以为你们对雨玲做过什么我不知道。这么多年，我若不是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，我怎么可能总是帮你们？我感觉他们来这肯定也不是为了借房子，只怕是为了找我算账。后来见我父母不知道我们要离婚的事情，才转换了计策，想要霸占我父母的房子。虽然没有房产证，他们也得不到那房子，但是一旦他们住进去，那么依照他们老赖的性格，只怕不经关是不可能把房子拿回来的。他们这是故意想要让我们家难堪，不想让我们好过。此时那老两口现在见我父亲撕破脸，他们也不装了。张家老婆子知道我父亲有心脏病，直接便冲了过来，头一下子撞在了我父亲的胸前。哎呀，打人了，又是这招！我赶紧将我父亲和母亲拉了出来，伯父伯母上前拦住了他们。现场有些混乱，张家两人见我们要走，转身便去抢站在一边只有6岁的淼淼。孙女，走，跟我们回家。污名，妈妈，妈妈救我！淼淼的座位本来就挨着他们，此时我和我父母都在包间门口，而大伯父和大伯母也在拉架。没想到他们突然转移目标，一时之间众人再想伸手已经晚。淼淼被婆婆抱在了怀里，不断地向我求救。我们这边5个人，难道还抢不回一个孩子吗？我二话不说，上前便去抢淼淼。大伯母也冲了上来，我父亲去阻挡张芳，现场再次乱了起来。啪！清脆的响声贯彻整个包厢。那个老太婆直接被我一巴掌扇到了一边，跌坐在地上。她愣住了。平日里她惯会诬陷别人打她，而此刻真的被打了之后，她竟然傻了。淼淼被我抢了回来，我转身就走。就在此时，
我父亲突然一阵难受，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我大伯父看到此景，大声叫了起来：“赶紧叫救护车！报警！报警！老张，老张，你怎么了？”母亲紧张地拉住了父亲，大声地呼唤着他。可是此时的父亲已经闭上了眼睛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戴伯父已经拿出了电话，拨打了120，之后又拨打了110。毕竟这件事已经不是家庭矛盾了。我父亲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这就是刑事案件了。张家老两口见此也吓得不轻，他们没想到我父亲竟然真的有心脏病。救护车来得很快，警察也来得很快，我们一行人都去了医院。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，我父亲终于脱离了危险，但是需要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。而警察也跟我们录了口供。张家老两口因为涉及到我父亲病发，也被带到了警局。其实这件事可大可小，往大了说，我父亲若是因为他们而有个万一，这就是刑事案件；若是父亲没事，这又变成了家庭纠纷。但是警察同志还是很给力的，尤其是了解到张家老两口曾经有过案底，曾经诬告陷害之后，便提议我们双方走法律程序，若是庭外和解不了，可以直接起诉。其实到了现在，对于张家我已经彻底失望。我咨询了律师，像我这种情况，因为掌握了张家人诬告的证据，还有他们闹事的视频，所以想要离婚很简单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张家人在我们婚后与我父母同住，且没有生活能力，一直由我父母供养。这种情况，在离婚的时候，我可以向他们索要赔偿，而且我们婚后所住的房子是我父母出钱还贷，且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，这个属于婚前财产，与张家无关。其实到了这一刻，我真的不想再去计较什么财产的事情了，我只想赶紧跟他们划清界限，老死不相往来才好。只是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父亲虽然抢救及时，但是还需要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，而母亲要照顾父亲，所以淼淼无人照看。我把淼淼送到了大伯父家，毕竟大伯母已经退休，平日里也没事，能帮我照看孩子。我再次回到那个如同战场的家，开始收拾属于我的东西，这里的一切我都不会再留恋。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竟然是张大凯打来的。我微微皱眉，接听了电话：“韩雨玲，咱爸住院了，你赶紧打3万块钱过来。”电话那边的张大凯说得理直气壮，仿佛我爸住院就应该我拿钱一样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开口问道：“张大凯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爸住院，凭什么我拿钱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我爸？那是你爸，你嫁给我们家，你的一切都是我们张家的，拿钱是应该的。”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张家的人那么理直气壮地在我家作威作福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，我嫁给了张大凯，那么我的一切就都是张家的。多么可怕的逻辑！张大凯，我告诉你，钱我一分没有，我不仅不会出钱，我还会起诉离婚，你们一家就等着接法院的传单吧。说完，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不能再继续懦弱下去了，为了我的家人，为了我自己，我必须强大起来。我把所有关于张家的东西全部打包之后，叫了一个快递，直接邮到了张大凯的乡下地址，并且标注到付。之后，我便开始联系律师，准备起诉材料。张大凯一家3口此时还关在拘留所，而赵丽的老婆几乎每天都会去拘留所门口骂上一通。现在他们一家3口在整个拘留所都出名了，
尤其是当听说他们一家曾经诬告自己的儿媳妇，还有脸去亲家那里讹诈之后，便更出名了。后来听说他们一家3口在拘留所里，也如同过街老鼠一样，人人都防着他们，生怕被这一家给讹上。尤其是张家的那个老婆婆，更是在里面又哭又嚎，寻死觅活。后来听说还被里面的人给揍了一顿，之后就老实了。这些都是后来我去探视大姑姐的时候听说的。其实原本我是没想去探视的，但是后来想想，这件事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一下，省得到时候说我没通知他们。当我出现在大姑姐面前的时候，她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后便嚎啕大哭了起来。雨玲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真的是一时糊涂呀。看着大姑姐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样子，说真的，我没感觉她有多可怜，反而觉得她此刻的样子很是狼狈。大姐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你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呢？再说了，机会我不是没给过你们，若是你们当初肯道歉，不再找麻烦，或许也不会有今天。你们一家人就是贪婪成性，觉得我好欺负。大姑姐还要说什么？那边看守的警察已经开始催促了。我站起身子，冷冷地看了一眼大姑姐，转身离开。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大姑姐大声地喊道：“韩雨玲，你够狠！只是你别忘了，张大凯一日不死，你就永远是我们张家的媳妇，你永远都摆脱不了我们张家，这就是张家人。”到了现在这种情况，他竟然还能说出这种话，简直就是无敌了。我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向了他，冷笑了一声，开口说道：“大姐，你错了，我很快就不是你们张家的人了。还有，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们再耍无赖，我会让你们这一辈子都住在里面。”我说到做到，随后我便大步离开了看守所。其实到了现在，我已经彻底放下了，也不生气了，毕竟跟这样的人生气真的不值得。后来听说我在看守所跟大姑姐的对话被里面的一个犯人给听到了，之后大姑姐在里面的日子便不好过了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。半个月之后，法院开庭，张家3人以及张大凯全部到庭。这场官司我赢得很漂亮，由于我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还有视频，所以张家4人根本无从狡辩。由于张大凯婚内出轨，且对我们母女2人有家暴以及虐待行为，所以判决我们离婚。且张大凯由于出轨和家暴属于过错方，需要对我进行精神以及各方面的赔偿，共计20万。而张家3人由于诬告陷害以及故意伤害罪，被判入狱1年零6个月。当听到宣判的时候，我看到张家那个老太婆直接晕了过去，而大姑姐也傻眼了，张大凯更是狠狠地瞪着我。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，但是我也不怕。之后我听说张大凯和那个女人同居之后过得并不好，那个女人把他管得很严，而且花钱大手大脚，还总是趁着张大凯不在的时候带男人回家。后来张大凯实在受不了，2个人便大打出手。听说那个女人也不是善茬，直接把张大凯挠得满脸花。后来2个人便彻底分了手。再后来，我听说张大凯辞去了工作，回了乡下，包了一片果园，开始种果树。而大姑姐也因为在看守所的表现良好，提前3个月被放了出来。只是她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整个人也苍老了很多。后来听说嫁给了一个死了老婆的老光棍，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。
公公和婆婆因为在监狱里表现良好，也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减了刑，提前出狱了。只是他们在监狱里待的这段时间，身体也被熬垮了。出狱之后，也没能力再做妖了。后来听说，他们一家在乡下包了一个鱼塘，开始养鱼。张大凯曾经找过我几次，想要跟我复婚，但是都被我拒绝了。破了的镜子，再怎么粘合，都不可能回到最初了。而我也在这件事之后，彻底的成长了起来。我把父母接到了身边，一边工作，一边照顾他们。淼淼也被我教育得很好，她健康、活泼又可爱。后来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，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，对我和淼淼都很好。我们一家3口过得很幸福。其实人的一辈子很长，我们总会遇到几个渣男，但是只要勇敢面对，就没什么可怕的。后来我听说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赵丽离婚了，他老婆带着孩子改嫁到了外地，而他也被单位开除了。后来还因为醉酒驾驶出了车祸，撞断了一条腿。大姑姐的那个相好的，最终也因为盗窃罪入了狱。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做人还是要善良一些的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